范马永次郎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被人保护了。这句话直接把他气得原地爆炸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永次郎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被人保护的滋味。就在2分半钟前，本部乙藏找到永次郎，想问问他对宫本武藏的看法。永次郎倒上了一杯白兰地，并将其一饮而下，随后在口中不断的搅拌，2秒半后再咽进喉咙。当然，最后还要抓上一把便宜糖扔进嘴里，因为这是和白兰地搭配的最佳选择。此时范马永次郎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宫本武藏的复活让他又有了新的对手。然而本部的一句话却让他开心不起来。本部劝他还是放弃挑战宫本。永次郎听后一脸的懵逼，但他还是问出了为什么。本部听后也抓了一把便宜糖扔进嘴里，并表示范马永次郎根本不是宫本武藏的对手。永次郎听后再次沉默，随后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他询问本部，如果连他永次郎都不是宫本武藏的对手，那到底谁才能对付他？本部听后让永次郎大可放心，因为他本部会保护好所有人的。危急时刻，本部掏出烟雾弹逃跑了。等到永次郎回过神来时，本部早已消失的没了踪影。他连忙冲出房间，然而走廊里却空无一人。本部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跑出了酒店。刚才要是再慢一点，恐怕永次郎就会把他直接干掉。死里逃生的本部长舒了一口气，但这也让他更加坚定想要保护大家的想法。此时回到房间后的永次郎大脑一片混乱，本部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响。永次郎从出生至今还从未让任何人保护过，他命令自己降生，就连哺乳都是命令母亲完成的。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让他十分不爽。他直接一声怒吼，将酒店的防弹玻璃都给震碎，整栋大楼都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。看来岛国频发地震和永次郎脱不了干系。与此同时，宫本武藏正和德川在家里喝酒，突然宫本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，他询问德川这次叫来的是何人，可话音未落，永次郎已经出现在了门口，即使是隔着门板，也难以掩饰他心中的怒火。下一秒，永次郎瞬移到屋内，但他还是十分的尊重礼节。在宫本的邀请下，永次郎坐了下来，接着宫本为永次郎倒满了酒，永次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而宫本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永次郎。此时在宫本的眼中出现的是数不尽的财富与宝藏，一条黄金铺就的大道直通天际，这就意味着只要打败永次郎，自己便可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而与宫本不同的是，在范马永次郎的眼中，他的眼里只有宫本武藏一人，因为在这个传奇剑豪面前，就算是金山银山也都黯然失色。此时永次郎猜测宫本眼中的自己该不会是黄金吧？宫本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反问道：“难道看到黄金不好吗？”可永次郎却无奈地表示：“这番回答让宫本有些意外，毕竟在他所处的战国时代，与敌人厮杀战斗本就是活下去的方式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各路诸侯藩王都会前来招安，财富与美人自然手到擒来。毕竟生存在乱世，能够活下去才是宫本最重要的任务。听此，永次郎默默喝下一杯酒。可就在这时，宫本的气息突然偷袭了永次郎，两人的大战也就此展开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为什么永次郎会被调侃成酒店最弱生物？在我看来，这个梗妙在把地表最强拽下神坛，让他在酒店里频频吃瘪，被门把手羞辱，被本部气哭，反差感拉到极致。这种狼狈非但不减分，反而让永次郎有血有肉，像个闹脾气的巨婴。粉丝挖出他所有酒店黑历史，凑成社死编年史，每次新剧情都要期待他出丑。说到底，酒店最弱是粉丝用戏谑包裹的喜爱，正是这些荒唐瞬间，让他从无敌符号变成了活生生的人，也坐稳了梗王的宝座。